欢迎来到睡前故事读书会。今天我们要聊的故事极其生猛，极其扎心。它直接爬下了所谓的美国梦最后一条底裤，把阶级、种族、移民的血泪，以及成年人爱情里最不堪、最现实的一面，连皮带骨的撕开给你看。在正式开始之前，咱们先来做一个极其残忍的假设。如果你在自己的国家从小长到大，成绩优异，家境体面，你走在街上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你是一个骄傲的独立的人。可是就在你满怀憧憬的跨过大洋，踏上另一片土地，打算大展宏图的那一瞬间，别人突然给你贴上了一个标签。他们指着你的鼻子告诉你，从今天起你不再是你自己，你是一个有色人种，你是处于鄙视链底层的黑人。不仅如此，你还要面临房租的重压、黑工的剥削以及身份的彻底粉碎。你会是什么感觉？你会不会觉得三观尽毁，整个世界都塌了？今天咱们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彻头彻尾毫无保留的深扒这本风靡全球的神作《美国佬》。这本书的作者是尼日利亚国宝级女作家齐玛曼达恩戈奇阿迪契。这绝对不是一本无病呻吟的青春伤痛文学，它是一部全景式的充满着血泪背叛、阶级碾压以及极限挣扎的当代移民生存史。今天这期视频非常长，信息量极其巨大，我建议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倒一杯水，或者直接躺在被窝里。咱们慢慢聊，把这个横跨了3个国家、长达15年的震撼故事，一点一点的嚼碎了讲给你听。故事的开场并不是在非洲的草原，而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特伦顿市的一家闷热嘈杂的非洲理发店里。我们的女主角伊菲麦露正坐在一面满是污渍的镜子前，忍受着黑人理发师用力拉扯她的头皮，给她编着传统的非洲发辫。理发店里弥漫着烧焦的头发味和廉价的化学药水味。此时的伊菲麦露其实已经在美国混得非常成功了。他拿到了名校的奖学金，开着全美最火爆的博客，住着高档公寓，甚至刚刚和一位常春藤大学的精英教授分手。但是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美国朋友都觉得他疯了的决定。他要放弃在美国拥有的一切，买一张单程机票，彻底搬回尼日利亚。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有一个深渊，一个用再多美元和名气都填不满的黑洞。那个黑洞里装着他丢失的尊严，装着他的故乡的执念，更装着一个他13年都没有联系过，却刻在骨子里的初恋男友奥宾泽。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伊菲麦露的思绪像潮水一样被拉回了15年前的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那时候伊菲麦露和奥宾泽是全镇最让人羡慕的一对。伊菲麦露聪明漂亮，像一株浑身长满刺的野玫瑰，而奥宾泽呢，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家教极好，母亲是大学教授。更重要的是，奥宾泽是一个极其狂热的精美分子，他对美国的一切都充满了近乎宗教般的向往。他读马克·吐温的小说，听美国黑人的说唱，他做梦都想去美国，去过那种只存在于好莱坞电影里的上等人的生活。在他们青春期最美好的设想里，他们要一起去美国，一起去拿全额奖学金，一起在美国的阳光下过上精英阶层的生活，然后顺理成章的结婚生子。但是命运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把你最美好的梦想放在绞肉机里搅得稀巴烂。因为尼日利亚国内的大学经常爆发罢工，学校停课，伊菲麦露的学业完全停滞了。为了前途，他没办法，只能在亲戚的帮助下提前申请了去美国读书的签证。而那个做梦都想去美国的奥宾泽，却因为母亲的牵绊和繁琐的签证程序，被死死地按在了国内，没能走成。于是伊菲麦露带着全家人的希望，也带着奥宾泽的美国梦，一个人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坐上了飞往大洋彼岸的航班。他以为迎接他呢是自由的空气、无限的机会和香甜的面包。可当他双脚刚踏上美国费城的土地，现实就直接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这记耳光叫做种族。在尼日利亚，伊菲麦露从来没有种族这个概念。在他的国家，当时黑皮肤，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只有有钱人和穷人，当官的和老百姓，谁也不会因为肤色觉得自卑。可一到美国，他突然发现自己被迫变成了一个黑人。
这种感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它是通过无数个让你窒息的细节堆砌起来的。比如伊菲麦路去租房子，房东原本在电话里听他英语流利，态度很好，可一见面看到他的肤色，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找借口把他打发走。比如他去超市买东西，白人收银员会用一种极度夸张，像哄弱智小孩一样的慢语速跟他说话，并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非洲来的移民英语肯定不好，而且智商不高。甚至他去面试一些最低端的工作，好心的黑人同胞会偷偷提醒他，伊菲麦路，你必须去把你的头发拉直，如果你顶着这一头天然的非洲爆炸卷发去面试，那些白人老板会觉得你是个充满攻击性的叛逆者，你这辈子都找不到正经工作。为了生存，伊菲麦路不得不去理发店，忍受着高温的化学药水，把头皮烫出水泡，生生把那些代表着他野性和自由的卷发烫成俗贴的死气沉沉的直发。那一刻，他看着镜子里头发笔直的自己的灵魂被阉割了一半。但这些精神上的降维打击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物理意义上的极度贫穷。伊菲麦路虽然拿到了大学的半额奖学金，但剩下的学费和高昂的生活费，对他那个在尼日利亚的普通家庭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他必须出去打黑工，可他没有美国的社会安全号，根本找不到正经工作。他每天疯狂的翻报纸打电话，去应聘那些连美国本地人都不愿意干的最底层的活儿。他去给富裕的白人家庭当过保姆，雇主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但每次出门前都会故意把几张钞票放在显眼的地方，试探他会不会偷钱。他去餐厅洗过盘子，被老板当狗一样使唤，稍有不顺心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可是即使他每天累得像条狗，赚来的钱依然填补不了巨大的财务窟窿，眼看着下个月的房租就要交不上门，如果交不上房租，他就会被赶到大街上，甚至被遣返回国。他所有的骄傲，全家人的期望都将化为泡影。就在伊菲麦路陷入绝境，快要被逼疯的时候，他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奇怪的招聘广告，网球教练寻找私人助理，工作轻松，时薪极高。伊菲麦路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穿上自己最体面的衣服，去了一家破旧的汽车旅馆面试。可是到了那儿，门一推开，他才发现那个所谓的网球教练是个大腹便便、眼神极其猥琐的中年白人老头，根本没有什么助理工作。老头色眯眯地看着他，直接掏出100美金，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提出要摸他。听到这里，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换作是你会怎么办？伊菲麦路在尼日利亚是个心高气傲的学霸，他有着大好的前途，他有一个干净帅气深爱的他的男朋友奥宾泽。可是那是100美金啊，那是100美金的房租和饭钱了。在那一瞬间，极度的贫穷、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在这个异国他乡长久以来的边缘感，把伊菲麦路的尊严彻底碾碎了。他像一具失去灵魂的尸体一样，机械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任由那个恶心的老男人把手伸向了自己。完事之后，老男人把100美金塞进他的手里。伊菲麦路拿着那张带着屈辱体温的钞票，走在飘着大雪的美国街头。他觉得自己脏透了，他的灵魂已经烂得发臭了。他回到那个破旧的出租屋里，把自己关在狭小的卫生间里，打开花洒，疯狂地用肥皂搓洗自己的身体，搓得皮肤通红，甚至渗出血丝。他蹲在地上，混着洗澡水嚎啕大哭。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伊菲麦路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他单方面切断了和初恋男友奥宾泽的一切联系。他不回奥宾泽的邮件，不接他的电话，彻底在奥宾泽的世界里人间蒸发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掉进了下水道，他再也没有脸，也没有资格去面对那个干干净净、满眼都是自己的阳光少年了。他用沉默把自己的初恋连根拔起。那么此时此刻，咱们的男主奥宾泽在干嘛呢？奥宾泽在尼日利亚国内简直急疯了，他发了无数封长长的邮件，打了无数个越洋电话，全都是石沉大海。他陷入了极度的自我怀疑和痛苦中。
他以为伊菲麦路被美国的花花世界迷花了眼，在美国移情别恋，攀上了高枝，不要他了。心灰意冷的奥宾泽终于在几年后也迎来了出国的机会。不过因为当时911事件爆发，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签证卡得极其严格，奥宾泽去不成他做梦都想去的美国了。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拿着母亲资助的钱去了英国伦敦。如果说伊菲麦路在美国经历的是一场精神折磨和道德崩塌，那么奥宾泽在英国伦敦经历的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肉体凌迟和尊严践踏。奥宾泽到了英国之后，合法的探亲签证很快就过期了，他舍不得回国，他想在伦敦出人头地，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合法身份的黑户。曾经的尼日利亚名牌大学高材生、大学教授的儿子，现在成了伦敦街头最见不得光的老鼠。他不能用自己的真名找工作，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通过地下黑市花高价租用了一个拥有合法英国国籍的黑人渣男的身份证，那个渣男的名字叫文森特。从那以后，奥宾泽在伦敦不再是奥宾泽，他是文森特。他每天的工作是什么呢？去最高档的写字楼里刷厕所，去清理最肮脏满是老鼠的地下仓库。他拿着剥削到极点的最低时薪，甚至连生病都不敢去医院。更可悲的是，他每个月赚来的那点血汗钱，还要把其中很大一部分上交给那个真正叫文森特的渣男，作为身份租金。有一次，那个真正的文森特，他奥宾泽老实好欺负，狮子大开口，要求增加分成比例，不给就要去移民局举报他。奥宾泽实在是没钱了，他连吃饭的钱都快没了，于是强硬的拒绝了。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个文森特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奥宾泽打工的仓库老板，举报了奥宾泽用假身份。老板立刻翻脸，奥宾泽吓得魂飞魄散，他连当天的工钱都没敢要，连滚带爬的逃出了工厂。他像一条流浪狗一样，在伦敦的雨夜里狂奔，生怕下一秒警车就会停在他的面前。这就是现实，血淋淋的现实。你在国内是个天之骄子，到了国外，只要你没有那一纸合法身份，你就是个随时可以被捏死的蝼蚁。为了彻底摆脱这种担惊受怕的老鼠生活，为了拿到合法的英国身份，奥宾泽被逼上了一条在移民圈子里最常见但也最危险的绝路——假结婚。他东拼西凑，向黑帮借了一大笔高利贷，找了一个专门做跨国婚姻诈骗的黑中介，中介给他安排了一个名叫克莱奥蒂尔德的欧洲穷女孩。这两个人连手都没牵过，连对方的生日都不知道，就开始拿着中介给的厚厚的剧本死记硬背。他们伪造了大量的恋爱合影、情书记录，准备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中介告诉奥宾泽，只要法官的章一盖，你就能拿到绿卡，你就能重获新生，在英国像个正常人一样走在阳光下了。终于熬到了结婚登记的那一天，奥宾泽穿上了一套廉价但干净的二手西装，手心里全是汗。他站在登记处的台前，看着法官拿起那个代表着自由和身份的印章，他的心脏几乎要跳出嗓子眼。可是就在法官准备把章盖下去的那一瞬间，大门突然被一脚极其暴力的踹开，几个全副武装的英国移民局警察像神兵天将一样冲了进来。他们直接冲到奥宾泽面前，把他死死地按倒在冰冷的地板上，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无情地铐在了他的手腕上。原来那个黑中介早就被警察盯上了。奥宾泽被抓了，在满堂宾客的注视下，在未婚妻惊恐的尖叫声中，他像个连环杀人犯一样被拖出了大厅。奥宾泽被关进了像狗笼子一样的非法移民遣返中心，在那里他被剥夺了所有的尊严，被狱警呼来喝去。几天后，他戴着手铐，在2名警察的押送下，被强行塞进了一架飞往尼日利亚拉各斯的飞机。那个曾经满眼星光，听着美国说唱，梦想着征服世界的骄傲少年，就这样带着满身的屈辱、绝望和巨额的高利贷负债，像一条被痛打落水狗，被彻底踢回了原点。故事如果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这也就是个普通的底层移民惨剧。但这本美国佬之所以能被称为神作，是因为作者在后半段直接把剧情拉向了一个极其现实、极其撕裂又极其讽刺的高度。时间一晃13年过去了，
人生能有几个13年？当年那对在尼日利亚街头畅想未来的苦命鸳鸯，现在都过得怎么样了呢？咱们先来看看女主伊菲麦露。伊菲麦露熬过了那段最黑暗、最屈辱的底层时期。大学毕业后，她凭借着自己犀利的文笔和对社会极度敏锐的观察力，在美国开了一个名叫《非美国黑人的各种观察》的博客。在这个博客里，他不再委曲求全，不再试图把自己的卷发烫直去迎合白人审美，他用一种极度辛辣、一针见血又带着高级黑色幽默的笔触，把美国社会那些伪善的种族歧视、白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甚至黑人内部的容貌焦虑和阶级鄙视链，爬得连底裤都不剩。他写道，在美国，只要你是个黑人，白人就会夸你有一种神奇的节奏感，这其实是一种包裹着糖衣的傲慢。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个博客火了，火得一塌糊涂，全美国的年轻人都在追更他的文章。伊菲麦露不仅靠着博客赚到了大笔的美元，实现了财富自由，甚至还被邀请去常春藤名校发表演讲。在这个过程中，他交往过极其有钱有势的白人富二代男友库尔特，库尔特对他百依百顺，带他去全世界旅游，给他买最贵的衣服，但伊菲麦露却在他身上感到了极度的空虚，因为库尔特永远无法理解他作为黑人在美国受到了隐性歧视，于是他用一种极其暴烈的方式出轨了，亲手毁掉了这段看起来完美的跨阶级恋爱。后来他又交往了一个高知精英的黑人教授布莱恩，布莱恩严谨自律，带着伊菲麦露参加奥巴马的竞选集会，但伊菲麦露依然觉得窒息，因为布莱恩太像一个道德卫士，总是用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来要求他。不过无论如何，在外人眼里，伊菲麦露成功了，他彻底实现了阶层跨越，他住着纽约的高档公寓，他可以骄傲地顶着一头天然的非洲爆炸卷发走在街头，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那么男主奥宾泽呢？被遣返回国之后，奥宾泽经历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期，他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 loser。但是奥宾泽骨子里是个极其聪明且审时度势的人，在尼日利亚那个充满着腐败、混乱，但又到处都是暴富机遇的新兴市场里，他敏锐地抓住了房地产和资源倒卖的巨大红利。他放下了清高的身段，开始跟那些大腹便便的贪官污吏打交道。他靠着一些灰色的手段，惊人的聪明才智一路开挂。短短几年时间，他从一个被英国警察踩在脚底的偷渡客摇身一变，成了尼日利亚拉各斯有头有脸的房地产大富豪。他开着进口的豪华路虎，住着带游泳池的大别墅。他娶了一个名叫科西的女人，科西极其漂亮，极其温柔，是一个把如何做一个完美豪门阔太太当成毕生事业的女人。他们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走在拉各斯的街头，所有人见了他都要恭恭敬敬地鞠个躬，叫一声大老板。你看，家人们，他们俩都成功了。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历经了扒皮抽筋的痛苦后，都活成了当年做梦都想成为的那种上等人。但是极其诡异又极其真实的事情发生了。伊菲麦露在美国越是成功，他的内心就越觉得空虚和荒芜。他坐在高档餐厅里，看着身边那些谈吐优雅的美国精英社交圈，他突然发现自己就像一个漂浮在半空中的幽灵，他永远也无法真正融入这里。在美国人眼里，他再怎么聪明有钱，依然只是一个成功的非裔黑人，一个政治正确的点缀。他开始疯狂地想念尼日利亚，想念拉各斯街头那种嘈杂混乱但充满生命力的烟火气，想念那种不需要时刻紧绷神经去应对种族问题的轻松感。更重要的是，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疯狂地想念那个被他自己弄丢了13年的初恋奥宾泽。于是伊菲麦露做出了一个让所有美国朋友都大跌眼镜的决定，他关掉了那个让他日进斗金的博客，辞去了高薪工作，卖掉了美国的公寓，他买了一张单程机票飞回了尼日利亚。当伊菲麦露时隔15年再次踏上尼日利亚的土地时，他才发现故乡已经不再是记忆中的那个故乡了，他成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存在。在国内的人眼里，他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尼日利亚人了，他身上沾满了美国精英阶层的味道，
他抱怨拉各斯的停电，他对食物挑剔，他说话的口音、做事的风格，都让国内的亲戚朋友觉得格格不入。大家在背后给他以及像他这样从美国回来的人起了一个带有一丝强烈嘲讽的外号，这个外号就叫做 American R， 翻译过来就是美国佬。这个词就像是一把刀，精准地剖开了他那种在美国是外人，回国也是外人的极致孤独。而这本书最让读者揪心、最充满争议的终极高潮，也终于爆发了。回国后，伊菲麦露终于鼓起勇气联系了奥宾泽。13年了，两个曾经因为贫穷、因为羞耻、因为命运的捉弄而彻底断联的灵魂，在拉各斯一家隐蔽的高档餐厅里，重新坐在了彼此的面前。这一幕作者写的简直是神级笔触，没有任何烂俗偶像剧里的抱头痛哭，也没有歇斯底里的相互指责。伊菲麦露看着眼前这个穿着高定西装、手腕上戴着名表、微微有些发福的富商奥宾泽，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终于卸下了在美国摸爬滚打13年练就的铁石心肠，他哭着把当年自己在美国打黑工，为了交房租而被迫跟老男人上床的那段极其不堪、极其恶心的往事全盘托出。那是他心里最溃烂的一块伤疤，他只敢揭开给奥宾泽看。奥宾泽没有说话，他深邃的眼睛里满是心疼，他越过餐桌，紧紧地握住了伊菲麦露的手。13年的时光，所有的委屈、误解、自卑和心酸，在这一瞬间彻底崩盘。他们俩就像两团干柴遇到了烈火，不顾一切地重新纠缠在了一起。他们背着所有人疯狂的约会做爱，仿佛要把这13年错过的时光全部补回来。但是家人们，咱们得看清现实啊，这是在真实的世界里。此时的奥宾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一无所有、满眼星光的纯情少年了，他是一个有合法妻子的丈夫，是一个2岁半女儿的父亲，更是一个手握庞大商业帝国的社会名流。而伊菲麦露呢，就这样从一个在美国清醒独立、大杀四方的知识女性，变成了尼日利亚国内一个最让人不齿的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这真的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童话结局吗？根本不是，这就是现实最操蛋、最复杂、最迷命的地方。奥宾泽爱伊菲麦露吗？爱到骨髓里。只有在伊菲麦露面前，他不需要去迎合贪官，不需要伪装成那个左右逢源的大老板，他可以做回当年那个最真实、最纯粹的自己。可是当他向妻子柯西提出离婚的时候，柯西的反应让人不寒而栗。柯西没有大声哭闹，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他极其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冷酷地看着奥宾泽，拒绝了离婚的请求。他继续在所有人面前完美地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继续维持着那个完美家庭的虚假繁荣。为什么？因为利亚的上流社会阶层里，婚姻早就不是爱情了，那是利益的深度绑定。离婚意味着巨大的财产分割、社会地位的动摇和漫天的丑闻。柯西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他的阶级地位。在故事的最后阶段，伊菲麦露受够了。他受够了这种偷偷摸摸、永远要躲在暗处的地下恋情，受够了奥宾泽对家庭的优柔寡断。他跟奥宾泽爆发了一场极其惨烈的争吵，彻底撕破了脸，把他赶出了自己的公寓。伊菲麦露决定，就算自己一辈子孤独终老，也绝不妥协去成为一个男人婚姻里的附属品。她是一个独立的女人，她不要这种施舍来的残缺爱情。就在所有读者都以为这段长达13年的世纪虐恋要以这种极其现实的方式永远画上句号的时候，7个月后的一天，拉各斯下着雨，伊菲麦露公寓的门铃突然响了。伊菲麦露打开门，门外站着的是满脸疲惫、胡茬凌乱，但眼神却异常坚定，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的奥宾泽。他定定地看着伊菲麦露，没有说那些花言巧语，他只说了极其简单的一句话：我搬出来了。我告诉他了，我没办法再继续骗自己了。在那一刻，伊菲麦露看着眼前这个伤痕累累的男人，眼泪终于决堤。这就是《美国佬》这本书给我们讲述的全部故事。这部时长2个小时的解说，我尽力还原了原著里每一个让人窒息的痛点。作者阿迪契没有去美化任何东西，
他像一个冷酷的外科医生，把移民的屈辱、种族的割裂、阶级的固化，甚至爱情里的自私、懦弱和狼狈，全部血淋淋地摆在了你面前。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换一个国家、换一个环境，逃离了眼前的苟且，就能重新洗牌，迎来新的人生。但伊菲麦路和奥宾泽用他们15年的血泪史告诉我们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只要你还是你，那些关于身份、关于阶级、关于尊严的挣扎，就永远会像影子一样死死地跟着你。所谓的美国梦从来都不是为你准备的温床，那是一个巨大的、吃人不吐骨头的绞肉机，它会先碾碎你的自尊，用种族和贫穷把你打回原形，然后再把重组后的你变成一个哪边都不挨着，在故乡和异国他乡都找不到归属感的美国佬。但这并不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故事。在经历了所有的背叛、痛苦、迷茫和妥协之后，伊菲麦路最终在这个被撕裂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不再执着于那个高高在上的美国，也不再盲目迎合尼日利亚的世俗眼光，他只做他自己。而他和奥宾泽的那场爱情，虽然沾满了现实的泥泞，虽然千疮百孔，却依然在道德的废墟和生活的泥沼里，开出了最野蛮、最顽强也最动人的花。这里是睡前故事读书会，如果你能坚持听到这里，我真的非常感谢。人生总是比小说更魔幻。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关于挣扎、关于撕下美国梦伪善滤镜的真实故事触动了你，请一定要给我点个赞，或者把视频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你们的每一个赞都是我熬夜做这种深度长视频的最大动力。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们，你觉得伊菲麦路当年为了生存出卖自己的身体去换取$100交房租，是他人生不可原谅的污点，还是底层移民被逼上绝路的无奈？面对已经结婚生子、拥有庞大帝国的奥宾泽，如果你是女主，你会接受他的回头吗？如果你是原配柯西，你又会怎么做？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最真实的看法，咱们一起探讨这复杂的人性。我是睡前故事读书会，感谢你的倾听，咱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晚安。